真的，注意小心點。這裡面是個麒麟哦。這是江西南昌2016年發掘到海昏侯的陵墓，裡面出土的文物讓專家目瞪口呆。最讓專家感到驚訝的就是劉賀的墓中竟然發現一顆鋼塞。都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更何況是一代君王。那麼到底是誰要在劉賀死後將他的肛門給堵住？這又預示着什麼不祥的徵兆？其中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不妨跟隨專家組的拍攝，一探君王劉賀肛塞的真實原因。在2011年的一個深夜，江西南昌關西村的村民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一群外地的陌生人。雖然覺得奇怪，但是一時半會之間，這位村民也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不過夜裡，村子裡的狗叫得此起彼伏。第二天預感到不尋常的這位村民，叫上幾個同村人，往村外的一座山包趕去。果然在這座山包的頂部，村民們看見一個又一個大洞。知道這裡有古墓的村民，會想起昨天晚上的經歷。知道這座墓葬可能被盜擾了，於是村民感覺不對，立馬將相關情況上報給當地文物局。在江西省考古所來到現場以後，初步查看情況下，決定先讓其中一個隊員綁上繩子下去探墓。下了15米之後，這位隊員感到十分奇怪，碰到過臭氣熏天的墓葬不少，這座墓怎麼香氣撲鼻？15米以後，考古隊員來到底部，看見一座有着5層棺木的高等級墓葬，而這座所謂的山包並不是山包，從考古的學術層面來說，這叫覆斗，也是西漢最高等級墓葬的象徵。但是西漢時期，全國的政治中心在今天的西安，為什麼這裡會有王侯墓？於是在查閱了資料之後，那位做了28天皇帝就被霍光趕下皇位的汉廢帝海昏侯劉賀映入了眾人眼裡。因為在整個西漢時期，劉賀是唯一封國於南昌的侯爵。從歷史來看，在漢昭帝劉弗陵去世之後，劉賀被朝廷大臣以外藩的身份召入皇宮繼承皇位，但是因為自己的做事過於荒唐，於是當時的輔政大臣霍光等人就聯合把劉賀給趕下了皇位。從時間計算，僅僅過去了28天，於是漢廢帝劉賀也回到了南昌，成為了海昏侯。那麼這座位於江西的大墓，到底是不是海昏侯的墓地呢？在相關的消息出現以後，一下子就轟動了整個中國的考古界。而面對相關的叨擾，於是考古專家們立馬開始搶救性挖掘。在挖掘的過程中，考古隊做夢也沒想到，相關的陪葬品會讓自己如此的吃驚，如此的目不暇接。在前前後後的工作中，考古隊挖掘出上萬件的陪葬品，並且從相關的工藝制作水平來看，這幾件陪葬品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在陪葬坑裡面，考古隊發現了5駕馬車，伴着20匹馬，而車馬的行駛工具都是黃金打造的。古代人講究天子駕六等等的禮儀規制，如此龐大讓人驚嘆的車馬坑，的確是諸侯王級別的人物才能使用。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海昏侯墓地在古代就遭到了多次的盜掘，並且特別是海昏侯墓地的主墓室，在挖掘的過程中，專家發現其破壞的比較嚴重。查閱資料來看，歷史上鄱陽湖地區發生過大地震，而帶來的次生災害就是導致湖水倒灌進墓室裡面，整個墓室被地下水泡得有點變形。雖然存在客觀的破壞，但是在隨後的清理中，劉賀墓葬豐富的隨葬品讓人嘆為觀止。首先就是在主墓的用錢幣堆起來的一座錢山，緊接着在主椁室裡面，專家們又發現了大量的黃金器物，其中一盒滿滿的馬蹄金形狀的金餅，更是讓人驚嘆劉賀墓地的奢侈。而在隨後的清點之中，劉賀的墓室裡面一共足足出土了115公斤的黃金，這在國內發掘的漢代諸侯王的墓葬中
實在是難得一見。其中的馬蹄金和麟趾金更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拿到手，因為在漢武帝時期，馬蹄金是象徵祥瑞的特制版紀念幣，劉賀能用馬蹄金陪葬，自然身份也和一般的諸侯王不一樣。此外，除了在墓葬裡面發掘出直棺的黄金之外，海昏侯墓地發掘出不少有關於學術能推翻歷史上的學術成果的物件，其中最珍貴的當屬突出的《齊論語》之道篇，以及孔子和他弟子顏子的畫像。這是國內發現的最早的有關於孔子的畫像，並且從劉賀墓葬裡面出土的孔子畫像和後世以及當代的孔子畫像的形象存在大相徑庭。根據相關的測量來看，劉賀墓葬裡面出土的有關於孔子的畫像，更像是符合《史記》等史料裡面記載的孔子7尺9的形象。在打開了棺椁之外，除了385枚讓人驚嘆的金饼之外，在劉賀的遺骸上面，考古隊發現了西漢時期比較流行的玉酒塞鞘，特別是在劉賀的遺骸下部偏左地方，考古隊找到了玉鋼塞。而所謂的玉酒塞鞘，就是用玉器在人死後把人的酒竅堵住。古人認為這種辦法可以防止屍體的腐爛，而這種葬法在西漢比較流行，特別是玉鋼塞。古人認為這種辦法可以防止人的精氣流出，而劉賀的那件玉鋼塞，根據相關的後續測量來看，這件器物是戰國時期的物品，哪怕在劉賀那個年代，也是一件比較貴重的器物。並且有意思的是，在劉賀的腹部位置，居然還有沒消化的香瓜子。於是專家推測，劉賀可能平時腸胃就不是很好，並且也因為腸道的原因，導致自己突然去世。這些沒來得及消化的香瓜子，就留在了劉賀的遺骸裡面。劉賀的墓葬經歷了8年時間，才宣布考古結束。雖然本身是為廢地，但是在劉賀墓葬裡面找到的文物，對於學術價值而言，有着重大的歷史價值和意義。至於眾多黃金陪葬品，是因為劉賀一直在等待漢宣帝恢復自己的地位，一氣之下，劉賀將所有貴重品全部埋藏去地下。